各位棋友，今天开始将为大家介绍牛头滚应对左马盘河的局面。今天这一局可以说非常的精妙，开局扔出一把小飞刀，迅速锁定胜局。我们依然快速进入当头炮过河车，黑方屏风马来应对的局面。红方中路进攻，黑方选择防守，红方跳马，这里黑方就有所不同，前面都是卒3进1，形成了两头蛇之势。本局起黑方走的比较积极，马7进6是标准的左马盘河阵型。那么红方又该怎么应招呢？这里我们就要介绍牛头滚的基本思路：后方有炮，前方有车，中路进攻势在必行。黑方也忍不下这口气，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不吃你说不过去。那么接下来盘旋而上，直接跳马，引诱黑方直接对掉子力。一旦削弱之后呢，再上马一吃，夺取中路。现在黑方有几个决策：第一是直接进卒，即便是这个卒丢掉的话，我也要控制红方这个马。第二是上马吃兵，第三是直接吃马。本局起我们先看他第一个小飞刀。那么进卒吃马这一步棋啊，常规思维的话，心想我这个左马盘河，那么现在啊虎视你前方的子力，如果说对掉的话，后方子力还受牵制，当然不划算。红方进炮直接打掉，这里一将军，可以说这一步啊冲卒过河已经形成了一个败招。现在黑方选择飞象补后中路，那么接下来红方在这里妙手不断。我们来看看平炮打车，来一个闪击，这里吃着马，这里打着车，黑方只能选择快速出贴身车。红方上马吃掉，黑方也不甘心啦，你吃我马，正好我这里可以进车捉双，看起来还不错。红方平炮，在这里保留长兵器，相对于这个短腿马的话，保留炮更加有意义，同时也是准备将来出车啊，先手抓炮。黑方吃掉，得回失子，红方出车抓炮，这个炮就不好解决了。现在你如果说进炮的话，交给车来看守，红方炮是打着车的，想保留的话，只好选择退车底线，交给马来守护。好了，走到这里啊，红方再来一个妙手，上飞象打车，黑方也没有办法，选择退让。接下来红方上马，这里就比较厉害了。这里我一卧槽将军的话，这个炮就丢掉了。黑方怎么办呢？这里有两个决策：第一，平炮到老将身边，将来做一定的防守；第二是平车跟过来。我们首先看平炮的变化，那红方当然是上马，这里一将军，黑方仅此一步。接下来我们常规思维可能是进车底线，他这里倒一下是，但是有杀先看杀，红方平炮，典型的来一个铁门栓，下一步棋进车底线就是个杀，黑方没有办法，仅此一步，选择弃马，白送人头，红方平车吃掉。好了，基本上啊走到这个局面，黑方是已经可以缴械投降了。红方夺得黑方大子，同时双车马炮已经兵临城下，形成中路底线双层进攻，黑方只能投降。我们继续看，黑方还有第二个顽强的策略，平车回来准备防守。红方故技重施，依然是跳马将军，最重要的厉害之处啊，就是卡住黑方这个马腿。现在如果说将5平4的话，不仅吃炮，而且将位不安，干脆退回来捉着红方马，进车吃炮，先手将军仅此一步，只能退士。走到这里又是非常精妙的一个招法了。大家来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会怎么走呢？可能我们选择架上当头炮，但是棋局的走法更加的凶狠，直接来欺负黑方这个车。现在车是不敢吃马的，这里一吃的话，双车夺底式，这里就成杀。我们稍作演变，当黑方吃完马的时候，红方超底线一将军，
黑方只能进将，可能如果不走出来，大家会认为这里只不过是丢子，战士还没有杀，但实际上这里是9步连将杀，底线一将军只能将5平6，再吃士将军。好了，再回来，退车一将，仅此一步，超底线。现在平车，那都是直接吃，直接杀。所以说这个走法呀，非常的凶狠。我们依然是摆回到棋局，我们来看看黑方这里还有顽强的应对招法。车8进1，形成霸王车，感觉现在红方进攻不动了。但是这里还有一招神龙摆尾，再把这个鞭炮摆到中路，黑方就傻眼了。现在称是这个车丢了，丢完之后依然有杀，但是黑方啊顽强的很，弃马保车。现在也同样是不能吃啊，不能吃车，我选择吃马。现在黑方终于解了燃眉之急，现在能不能吃马呢？如果不吃又怎么走呢？感觉又只能称是，但是他还是可以过来欺负你，干脆索性吃掉。吃完之后，那么在这里红方又展现了精妙的杀法。可能我们大多数会认为进车吃象，那么进车吃象的话，你这里反而是没有杀。我们看看高手行棋，平车一将军，这里并不是吃卒抽他这个车，看他是否成士。这里如果说成士，任意是只能士6进5，当然平车中路的话依然砍底是杀。黑方仅此一招，选择退象，防守一步。好了，接下来在这里红方退象，依然再来一个神龙摆尾重炮杀棋。黑方没有办法，只能将5进1。这时候你将好像他还有一步平炮可以挡。好了，退车，形成了双车连杀。黑方们没有办法，走得更加的顽强，平炮塞住。此时已经是来不及了，重炮一将军，将5平6，再照头来一将，炮再回来，进车一砍，杀棋。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一步棋啊，导致连续被追赶？可以说啊，非常的巧妙。由此可见呢，牛头滚中路进攻这个趋势啊，还是很难抵挡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变化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了。